李家超正式报名参选下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之后，香港舆论普遍关注他的纪律部队出身和经历。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时任特区政府保安局长的李家超，曾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谈了他对促进香港社会长治久安的认识。香港大公报周三发文指，新特首应致力赋予香港一种久违的确定性，管制上良政善治，发展上繁荣稳定，社会上团结祥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能达此目标的特首才是香港需要的好特首。今年65岁的李家超，求学时成绩优秀，后因家庭原因放弃进入香港大学，19岁就投身警队，并从基层一路担任香港总警司、警务处助理处长、高级助理处长、副处长等职，曾侦破张子强案等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2012年，李家超放弃英国国籍，担任保安局副局长，正式进入香港特区管制团队。5年后，李家超再升任保安局长，统领警务处、海关、消防处、惩教署等6大纪律部队。作为香港史上首位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这期间处理了多项敏感事件，不怕事，作风强硬，是媒体对他的评价。去年6月，李家超正式受中央任命，成为特区18万名公务员之首，统领9个政策局，为香港史上首位警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2020年10月，时任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就曾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那些主动推动暴力活动的主脑，有的退休，有的退场，还有的港独组织就地解散，不過始終都要緊繃着一根弦。23年，大家都只係有薄弱嘅國家安全意識。23年期間都仲係有一啲港獨思潮喺度蔓延緊。增加自己呢方面嘅認識啦，因為我哋講緊係國家級嘅對手啊嘛，咁呢方面都係一個挑戰，但係呢個就係一個長遠嘅事業嚟㗎啦，係要社會大眾大家營造一個共識，希望香港再出發再前向，所以我都係樂觀嘅。港媒香港01就認為李家超有3大特點：第一是執行力強，第二是無利益集團的關係束縛，第三是有勇氣擔當推進各項改革。其中執行力強是香港輿論最看重的因素，這種執行力與他在紀律部隊的長期工作關係緊密。科技創新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冼漢迪就是提名人之一。他在接受深圳衛視採訪時表示，李家超給他的印象就是執行力強，以及敢擔當、善作為、有魄力的個人特質。他給我的感覺是一位正直及非常硬朗的，有執行能力，又具親和力，更是一位愛國愛港、有熱情的公職人員。再者，我認為李先生的45年的公務員生涯以來，敢擔當、善作為、有魄力的表現，以及在香港近幾年面對各種困難的時候，展現了毫無退縮、勇往直前的勇氣。我相信李家超先生是一位帶領香港向前發展的合適的人選。香港媒體關注到，在香港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下，此次香港選舉委員會的選委與參選人討論的話題也有了明顯變化。溝通中有了更多理性元素，選委更加着眼於具體的施政政策，而非以往充斥着無休止的政治爭論。具體政策商討的優先級有了顯著提升，是反映選委對新特首的標準和期望，有能力、有計劃改善解決一系列民生深層次矛盾，成為了考量條件中的重中之重。特首選舉，無論誰來參選，都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怎樣能夠讓一名優秀的領導者能夠帶領一支優秀的團隊共同來解決香港問題，怎樣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吸引各方面更多的人才能夠同心協力解決香港問題，發展香港，這才是最重要的。香港大公報周三刊發靖海侯專欄文章，文章說2022年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一國兩制實現步入中期，恰處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今天的香港比以往任何時期更有條件實現新的發展。文章指出，香港需要一個好特首，他能認清所在的位置，有真正的格局；他能堅守不變的初心，有真正的情懷；他能負起肩上的使命，有真正的擔當；他能開拓施政的局面，有真正的本領；他能幹出實在的政績，有真正的作為。
文章进而表示，新特首应致力赋予香港一种久违的确定性，管制上良政善治的确定性，不再有乱象乱局；发展上繁荣稳定的确定性，不再是停滞落后；社会上团结祥和的确定性，不再会剥削云轨；一国两制香港事业的确定性行稳致远。让这个中央政府看到香港是和中央政府是一心的，让香港的市民以及我们各个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能够看到香港目前的管制团队是有能力把控好香港的局势，国际社会能够看到香港始终和这个祖国是站在一起那么香港很多的问题都属于内政问题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李家超报名参选特首，那么您对这一次香港特首选举有何期待呢？梅西你好，李家超选特首呢，似乎是众望所归。他交提名表时呢，已经取得了786张提名票，相当高于当选门槛的751票，可见呢他的支持度很高。李家超呢是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最知名的政界人士之一，在止暴制乱和有乱纪治过程之中，为香港为国家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履行公职。他的坚定和务实给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宣布参选特首以后呢，强调了3点：一呢是以结果为目标，解决不同的问题；二是全面提升竞争力；三呢是奠定香港发展稳固基础。这些事项呢是切中要害，点出了香港未来5年的着力之处。以结果为目标，不仅呢重视程序，更注重结果，有可能呢改变香港政坛的随意气氛，提高效率。全面提升竞争力，则主要呢是针对国内外2个市场，包括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竞争力，既关切在国际的地位，也重视如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特殊作用。要实现这些目标呢，就要加固香港发展的基础，稳很重要。这个稳呢，不仅是这个安全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稳。那么接下来呢，他还需要面对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参选资格的审查，然后呢才是5月8日的最终投票。这无论谁呢是下一届香港特首，都面临着挑战。其中呢最主要的挑战有3个方面：一是在美西方对中国加大制约的背景下，香港如何发挥桥梁和解说员的作用，比较准确地向世界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香港故事；二是如何在美西方的偏见和压力下，保持和增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地位；三呢是如何提高特区政府各部门协同配合的能力，提高行政效率，为民生改善呢做出实际的贡献，彰显这个良政善治。未来几年呢是香港有志继新的关键时期，所以新特首呢也是任重道远。美国人权报告又在对香港事务说3道4，说什么香港选举制度存在缺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无端把所谓侵蚀香港基本自由的大帽强扣中方。您对此有何评论？美国对待香港事务呢，早已摒弃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转而呢以极大的偏见和自以为是来扭曲和抹黑香港的新开拓和新发展。美国的人权报告呢，对香港事务基本上呢是胡说八道，罔顾香港由乱纪治的艰难转折和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呢，所有的人如果回顾一下2019年修例风波的街头黑暴，再看看现在香港的稳定和安宁，就会知道香港国安法所发挥的作用。都知道呢，香港新选制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所起的轴承作用。如果反观美国呢，我想没有人会说这郭惠山暴徒应该呢参选议员，也没有人希望呢不爱国的美国人进入政坛兴风作浪。香港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是通过法律程序这个判刑定罪的，法治呢仍然是香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管理的基石。美国人权报告中呢对香港的指责是他们惯用的套路，可以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拿不出真凭实据。那么说到底呢，他们是用冠冕堂皇的人权报告来侵害人权，来造谣污蔑香港，来抹黑一国两制。他们的人权报告呢不过是政治武器。那么该反过来，为什么美国呀借人权来惹是生非，凭报告来混淆是非，是不是呢
也是违反人权的行径呢？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